来看看有没有下雨吧。哇，出太阳！我们先下来，朝东北角风景区的方向开。今天天气真的是太棒了，挑了一个不是周末的日子出来走一走。结果我们快到目的地了，前面呢被一辆车挡住，这一辆车呢又被前面有个骑马的游客挡住。我这辈子第一次被马挡。我就问那个骑马的紧不紧张？哇，小朋友骑马到了啊，就在这里啦。会不会吓到马？是有这么可以欢迎你们去我们这边玩。哦，好，谢谢。旁边这边而已。好，好，来上车长。好，谢谢。好，那刚刚把车子停在路边，因为附近当然不会有停车场，而且呢也不可能从这条小径就往海边开，等一下应该会不好上来，所以我就直接停在刚刚的路边，也可以让旁边有车子通过。那我们现在就往海边走。哦，这些彩色的鱼类的图，就是我们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的一些图片，空荡荡的，没有其他的设施。哇，没有想到在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么清楚的龟山岛，还有这应该算是网红荡秋千吗？好，我们刚刚已经走回停车的地方了。其实刚刚在海边的风沙特别的大，我们这样子拿相机拍照，会有一些担心那个风沙跑进感光元件，造成污染。哦，这真的闹起来。这一条可以出去。点餐喽，你要什么？
看一下那个，等一下要去的民宿呢，这附近听说就没有可以买晚上餐点的地方了。那所以我们决定要去 7-Eleven 超商呢先购买。那要在它往前到泰雅大桥这边的时候呢，这边我查到几家 7-Eleven 跟一个全家等等呢，就要先在这边先买好东西，不然晚上会没有东西吃。所有东西227元，请问有会员吗？经过这一带是大同乡，那我还记得去年跟家人有路过这里，在这边的食堂吃饭。现在经过呢，它已经改了名称了，似乎也有做一点招牌上面的设计，叫做木谷吧。现在是打烊时间，没有开放。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的超商买了点晚餐。其实也没有像网络上写的这么的偏远，下面3-4公里就有餐厅了，6公里就有超商，不像 Google Map 上面网友写的，那是错误的资讯。哇，这什么味道啊？怎么有这种香味？这是什么花香？茉莉花吗？桂花。它配置一个好大的电视啊，应该至少有55寸。而且屋内的陈设比我想象的状况还要好，还要干净，还要整齐。这个地方其实我之前远距上班的时候，本来想要尝试远端工作呢，租一个晚上试试看，但之前后来选择其他的地方，所以就没有过来。这里贴着2张关于小木屋的使用说明，沙发边也配置了插座，方便我们滑手机啊。看一下它的浴室，这边还有个花洒。我们沿着小木屋后面的步道往上走，路边啊就会有一些种植的农园跟农家。从民宿出来往下走，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叫做牛斗桥，非常的开阔的桥，蛮长的。然后这边是南洋溪。3种语言混杂的招牌，我就走到这边了，就不再往前走了，因为这边路不大，车流量倒是蛮多的。看一下这个牛斗桥，这桥身好长啊！再往右边过去呢，会到七兰跟太平山，还有梨山。
午后呢，天气就开始转阴了，就没有早上跟正午的那种太阳。温度开始降下来了，夜间啊，那个气温骤降。我们现在呢就要去一家餐厅，刚刚来的时候看到的，叫做铁木部落餐厅。因为啊，想说晚上吃泡面，实在是有点煞风景啊，毫无仪式感，决定呢不省了，反正距离民宿，反正距离我们住的地方小木屋也才6公里，开车呢大概是8分钟左右的时间。到了铁木部落厨房原名料理下午茶，它甚至也有住宿就是那个小木屋啊。哇，我要的仪式感，漂亮哦，漂亮哦。我们停好车呢，看一下这个铁木部落厨房的建筑，有一种仪式而独立的一种淡淡的感觉。它后面就是它一些可以住宿的地方。好啦，进去用餐吧。它的餐点分量还蛮多的。那我们用完餐呢，出来洗一下手，看了一下这个餐厅后面是他们的住宿地区。可以把车子停在小木屋的旁边，这样倒是蛮方便的。好吧，我必须说，我不是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把蓝色的灯光使用在这个木屋的照明上面。山上的夜间温度真的是还蛮冷的，还好这边可以开暖气。马上进房呢，就做了个设定。这边打开电视，就有第4台可以看，而且频道的数目还蛮多的，很适合啊那些到饭店晚上怕无聊的旅客。
我们往松罗国家步道前进中，这边会经过一些村庄吧，然后看到一些蛮质朴的一些自然景观，有一些鸟会挡在路中央。它的鸟就不动它真不动吗？对啊，它不动啊。那我要下去赶它们。小鸟，走了。人家不是说好鸟不挡路吗？是好鸟。哇，好漂亮的路啊！真的啦，有阳光就哪里都是景点啊。这边没有网络。没有阳光哪里都不是景点啊。这边也有厕所，还有1.4公里。左边也是露营区耶。有啊，有秘密基地。左边？对啊，它写露营区啊，全台湾到处都是露营区啊，这里是个烤肉区。还有700公尺。上轮胎啊！还有300公尺。哇，到了净水厂，净水厂半日游。常常，你知道你要面临什么吗？这边据资料写，大概会有8、9个停车位可以用。那现在呢，因为是平日，所以停车的数量不是那么多。台湾自来水公司这边是水源重地，不能进去啊。马上就看到一个松罗国家步道的招牌，还有告示说明。松罗步道以前是松罗部落的猎场。近年来推动生态旅游，改成轻松好走的清溪步道，全长2公里，来回2个小时，海拔介于280到400公尺之间，沿途平缓没有陡坡，林荫苍苍，溪水重重，有一些动物的出没，植物群中以九琼林、樟南次生林等亚热带植物为主，还有一些鱼类。是一个精彩的生态教室。我们家的老狗，明显的只能缓缓的前行啊。我们打算呢，等等它走不动了，我们就跟它一起回家啦。显然也不太能够勉强。来看看这个是什么？这是鸟巢吗？这一根不知道在晃什么，一直在晃。不要！枯黄的落叶，平均的散布在这个步道上。步道走到这里要横跨松罗溪，过去是要横跨蓝色 V 字形的吊桥，只是长期承受松罗溪暴涨时的冲击而被冲毁，所以新建的钢构拱形桥梁，在溪水暴涨时能让道给水，顺应大自然的力量，以此避免再度被冲毁。
嗯。